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情感导师们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之前，他这个人表现得特别优秀，结婚之后本性全都暴露了，又懒又不上进。结婚以前肯定要好好表现，结婚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付出应该是互相的。他这个人脾气还特别不好，对孩子是极其没有耐心，我感觉他自己还是个孩子。没事就哇哇大哭，听了心烦，这孩子都是让他妈惯坏的。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郭先生24岁，来自吉林个体；女嘉宾刘女士23岁，来自吉林全职妈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娃1岁半了是吧1岁，快1岁了。快1岁了。哦，男娃女娃？女娃。当爹高兴不？高兴啊。还要不？看情况呗。看啥情况啊？看人女方同不同意了呗。如果说他不想要了，我也不能强求人家。哦，还想要不？我不想要了。你是不想要了，还是不想跟他过了？因为他吧，现在就是改变太大了。哦。婚前婚后。说吧，怎么改变了？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小烧烤店嘛。天天就是我们俩还有我婆婆在店里就是忙。老赚钱了吧？还行，一个月1万多，就是全都算出去1万多，然后他就认为花销也大，我们俩有车贷，还有房贷，然后还有生活支出，还有孩子，他就感觉不够用，想出去打工。去哪儿打工啊？他说他想去南方。去外地。去哪儿？还没想好，暂时那时候是定上我朋友那块儿。朋友在哪？苏州。苏州。对。干啥去？他那边也是摆个地摊儿呗。不在老家摆地摊，到苏州摆什么地摊啊？看老家这边不太景气。他干啥他都不定心，所以我都不同意他出去。我感觉自己干一个小买卖挺好的。挺好啊。而且在店里也不用他干啥，就是上顾客了，来人了，他烤串，别的什么也不用干，天天就打游戏在店里。谁穿呢？我跟我婆婆穿，我婆婆切。那他没什么活，对呀，菜品什么都是我们备买菜呀之类的，他有的时候开车出去买菜，剩下的活都是我们的。明白了，就是觉得他心不定，为什么要去南方？对他，因为他之前打工的时候也是，就是干啥干不长，有的干1个月2个月不干了，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干这个店之前他是送快递的嘛，然后送快递干的时间是最长了，干了半年，然后他就感觉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婚前可勤快了，就是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嘛，因为我俩是上班认识的嘛，然后他就是特别能干，就是不用你说，他就能把这个活或者这个事儿给你做的特别好，做的特别完美，人也特别上进。好，为什么娶了媳妇儿人变了？我感觉我是没有变的，我也干活啊，在店里边，我就是偶尔玩玩游戏，来人了我就开始烤串了，烤完串。到时候饭口过了之后，人都散了，我还是玩游戏，该收拾卫生也收拾卫生，我该干活我也都干了。他收拾卫生都是我们指示他干的，然后他干，指示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除了这个，他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就是懒嘛，就是每天起床都得我叫就是我不叫他，他就不会起，然后也不去店里干活，就是得用我告诉。那就告诉呗。然后我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我说谁家烧烤店下午3、4点了还不开门啊？一睡到下午3、4点，你说是不是得提前去，还得备东西？是那当然，饭馆勤行活啊。对。为啥呀？因为我妈这不在这儿吗？我这不就能多睡一会儿吗？你公婆是不是特溺爱他？这是应该被宠的孩子吧？对，他爸妈特别宠他。关系好吧，跟他们？
还行吧，也因为他们老年人嘛，就是跟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有点代沟。啊？听起来就40郎当岁吧？应该你公婆没有50多岁，54。54岁就老年人啦，就思想就不一样啦。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要不然为什么说有代沟呢？就是有一次他买了一箱方便面嘛，我俩寻思等晚上了，或者说什么时候饿了，然后就煮一口就对付一口吃了，然后吧。他爸就看见了嘛，他爸看见之后说的，说我没有说他，就是一直在骂我。骂你啥？说我啊，花钱你不过脑子吗？你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自己啥家庭你不知道吗？就天天就这么花钱，你都当妈的人了。就是他儿子一句话他都不会说，就是一直在骂我，然后我就听不惯嘛，我就跟他顶嘴了。我说你说也没有多少钱的东西，我也没说吃山珍海味呀，或者说吃多贵的东西。然后他就我说话了就不行，他就给我爸妈打电话说的我让你爸妈来教育你，来教育他自己的姑娘就这么跟老年人顶嘴。我感觉我不算是顶嘴吧，就是我反驳了一句嘛，我不赞同这句话嘛。就买一箱方便面。对，也没有多少钱，20-30块钱，就我俩吃了。你俩是不是都不会做饭呀？我不会，他会做饭。你还不会做饭？所以你公公是不是有可能是嫌弃你不会做饭呀？借题在发挥啊？我也做过但是吧，他家里人特别挑，就是你必须得做就是他们出去上饭店吃，就是每一道菜都能给你挑出好几个毛病来。打个比方，就是土豆丝儿细了不行，粗了不行。你咸一点不行，淡一点都不行，就是怎么毛病都能给你挑出，不管你做到多完美。我也做过但是他们都不赞同都说我做的不好吃。就还有一次就是我坐月子嘛，坐月子他往游戏里充钱，然后让我发现了嘛，半夜我起来喂奶给孩子喂奶，我就睡不着了，我就看了他手机，我一看他那个账单，我就看这个钱的支出这是支哪儿去了，我就点进去看嘛，我一看是往游戏里充了，就每次一充1000多2000多，就是那么充。然后吧，我婆婆看见我哭了就过来了，她问我咋的了，我说的她又往游戏充钱了。她说的你别跟她一样的，她就这样你还不知道吗？别哭了，别生气，你坐月子生气会给奶气没告诉我别生气，别勒她，她就这样。我就是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哎呀，这一对比更冤枉了哈！1-2千块钱和20块钱一箱的方便面摆在一起，那你就觉得是吧？我就感觉特别委屈嘛，就是什么事都会到我身上，都会来说我。行，那我是人亲儿子，人不是向着我，向着谁呀？哎，这话说的实在哈。你闺女儿以后要跟人干仗，你向着谁啊？那向着姑娘呗，向着姑娘哈，对闺女好吗？谈不上好，因为她几乎都不管孩子。抱不抱？很少。玩不玩？就是孩子懂事的时候，孩子自己在那玩的挺好的时候，他就上去逗，然后给孩子逗哭了，人家走了，不管了。孩子哭严重了还不行，就骂他，打他。骂谁？骂孩子。我说孩子那么小，你打他干啥呀？还打呀？他说孩子哭就是不对，你就得告诉他，教育他。我说他也没有犯错误，我说他要犯什么错误了也行，我说他那么小，他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哭就不行，吵到他了，尤其是他打游戏的时候，孩子一哭更不行了，他就去打孩子。孩子哭就是让你给惯的，孩子哭咋的？他要不哭咋的都行，只要哭了你就给拿糖拿这豆上。你不得分什么事儿吗？他会以为就是以后他哭了你就给拿糖吃。他现在懂什么呀？他这么小。他不懂，为啥你每次给他拿糖他就不哭了呢？他情绪稳定吗？情绪不稳定。容易失控吗？容易。失控会做什么事儿？失控骂人，要是不喝酒还好。一喝酒之后还会打人，喝酒之后就是喝完酒之后喝多了他都不认识人。有一次喝完酒回到家之后，我搂孩子在那睡觉嘛，他回到家之后坐那就问我你是谁呀？你在这干嘛呢？然后我也没勒他，我知道他喝多了，他就一直问一直就是怼过我，他说你是谁呀？你躺着干啥呀？然后我就抱孩子去沙发上睡了，我也没勒他，就给他自己关屋了。还有一次就是喝完酒嘛，在店里跟他老舅他们还有他大哥他们喝酒，喝完酒也是喝多了，回来之后吧就跟我婆婆拌了2句嘴，然后就是推我婆婆，那意思说让你走，说嫌我婆婆太磨叽了，
他俩吵吵上了，他就给我大姑姐发微信，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嘛，给他姐发微信，他姐就来了，来劝我们嘛，说的我抱着孩子在屋里嘛，我不敢出去，我怕吓着他。我大姑姐进屋就劝他们，说这么好的日子就好好过呗，老吵吵啥呀？这一喝完酒就这样呢。这说他了，他就不乐意了，他就冲他姐去了，给他姐打了，就推他姐走，然后给他姐还有心脏病，他姐就躺地下，当时就气得不能动了嘛，浑身嘚瑟。我就打120，120说的得将近1小时能到我这儿。我说那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找车去吧，能快一点。我就扶他姐下楼，然后我找的救心丸。然后给他姐吃上了，下楼见点风，他姐说好多了，就坐那儿说就是平稳一点嘛，说先别他有太大动作，先坐那歇会儿，歇会儿之后就好多了，我就扶他回家了。他说不用去医院，他知道他咋回事儿，回去躺了一会儿也好多了。然后吧，第二天他就开始哄这些人这不惹他姐生气了，也惹他妈生气了，就开始挨个哄，都给哄好了。他家里人特别惯着他，就怎么做都行。哎呀，这酒就别喝了吧，小伙子。他总说忌酒，但是从始至终都没忌过。你这喝酒容易出事儿啊！你控制不住啊，酒后控制不住情绪，容易出事儿啊！你亲爹亲妈都不认，亲姐都不认啊！啊，孩子还那么小，会经常出去跟朋友喝酒什么的吗？还行，就是有一次跟他朋友出去喝酒，那时候是还没开烧烤店呢，就是他去当那个烧烤替班，就是帮别的师傅替班嘛。然后吧，应该是中秋节的时候，然后他去替班了，半夜2点多回来，烧烤店关门都晚嘛，2点多回来，我就闻着他身上好像有酒味儿，然后他倒头就躺着就睡着了，我就看他手机，我看还有酒店的订单。第二天醒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昨天去哪儿上班了？他说我没上班啊，我跟朋友出去吃饭喝酒了。我说那怎么还能有酒店的订单呢？他说的我外地那2个朋友来了，然后我给他们开的酒店，要不没有地方住。我说那你没有去上班，你起码要告诉我一声吧。而且你跟我朋友喝酒，我还得报备跟你。不是报备，我也没说跟他们租个旅店，完了我还得给你请个假呀。我也没说不同意你去，你起码说通知我一声，就是发条微信的事儿，很简单，你就说我今天没上班，朋友来了，我去吃个饭，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我感觉没有必要啊。那是换位思考一下呢？你换位思考，如果换作是我管呢？过你喝酒吗？不是说喝酒的事儿，就是说你没去上班，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哎，有没有觉得结婚之后没自由了？有。后悔吗？不后悔。不后悔。为什么非要去南方呢？因为南方比北方这边挣的多嘛。是传说当中挣得多吧？都说听我这些朋友他们说的。好干吗？但是暂时还没去呢。对那个晚上干到2、3点钟，第二天10点钟得起来，接着中午2、3点钟、1、2点钟就得开张，吃得了这苦吗？我感觉能。好，行。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说让各位老师开导他，看他还能不能改变。改啥？就是改他这个脾气，还有他的上进心、懒惰，能不能就是让自己有点责任心，就是上进一点，对这个家庭、对孩子也负责任一点。所以对他当爹，你是不是还挺失望的？对，要不他婚前我要是知道他啥样，我也不可能这么早选择结婚因为婚前就挺好一个人，特别勤快，特别有上进心。结完婚之后，我想你说有孩子了吗？结完婚成家立业了，你咋的也得有点担当，有点责任心，就是有点上进嘛。而且家庭状况也不是很好，经济上也不是很好，咋的也得努力努力，让生活更好嘛。给孩子也得给一个好的生活。后悔嫁给他吗？后悔。后悔这么早生娃吗？后悔。你有没有觉得他说的不对？没有。他说的都对。对。他说的问题你都存在。对。但是你改不了。我改是能改，但是你给点时间嘛，可以慢慢改呀。哎呀，这可真让人着急呀，对吧？20郎当岁的爹，1岁的小姑娘，是吧？哎呀，这可咋整啊？这是个难题啊！就是今天要让他意识到他的问题，对，是吧？他自己其实他都知道他的问题，但是他板不住，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本性。好吧，
咋办？人家说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是啊，你们移秉性的事儿啊，厉害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烧菜的？16岁。是父母教你的还是自己学的？没有，出去打工的时候学的，但是都是在亲戚的店儿上的班，也没给我开过工资，就是让我在那儿学。我不认同那是打工，这是帮工。对。但是他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烧菜，说想到南方去打工，赚的更多一点，赚了更多一点是为了什么？为这个家呗。对。南方的夜市很发达，收工很晚，早市开得很早。如果你愿意干，不但干早市，还干夜市，一定赚钱。我们现在杭州的地摊经济很发达。你到了杭州，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注册摊位，不收1分钱，很鼓励。南方人也很喜欢吃北方的烧烤，但是真的需要付出，你愿意吗？我愿意。男人要面子，我们把这个家担起来就是最大的面子，明白吗？明白。如果你愿意来杭州，你联系我，通过爱情保育站编导联系我，我一定帮你，好吧？行，谢谢老师，谢谢伯宏兄，有福了啊，杭州了啊，真的是。来，罗老师，你今天出现在这里的伟大意义就是遇到了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我的结论，我的结论其实跟于老师是一致的，我觉得他应该走出去，他现在需要的是赋能。他需要掌握更多的变现的渠道和能力，所以其实骨子里来说，你们两个是殊途同归的。目前来说，谁也没有想这个家散嘛，至少目前。所以我是坚持，我是觉得你真的是应该让他走出去。但是我也提醒你一下，这个男孩呢，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差的人，所以他到了一个陌生环境里面，他是否会重蹈覆辙，这个咱不知道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抗诱惑的能力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建议你们俩，如果你出去了，你们要形成一个约定，比如说你多长时间你要回家一趟，或者你怎么样履行你对妻子和你孩子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是你们两个我觉得接下来要着重探讨的点。说完了，谢谢文老师。严老师，我和两位老师的观点还不太一样啊，我是坚决不同意他什么去南方打工的。我跟你说，你不信试试，他要敢去了南方，你以后就是守寡式、什么丧偶式育儿、什么什么，这一系列都有了啊！你就是留在老家伺候公婆、伺候孩子的黄脸婆。他可是一个要自由的人哦，他可是一个不服管的人哦。他现在去什么朋友那儿什么开个酒店，他都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还没这点自主权嘛。那等他离开你到千里之外，你可能1个星期都找不到他哦。你真是现在也不多见的一个姑娘，23岁，孩子不到1岁，还在哺乳期，出来去干地摊儿，然后穿串儿，跟婆婆一起干活，实在迫不得已才敢把老公已经睡到4点不起床的老公从床上揪起来。按道理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家哺乳，她起早贪黑去干活吗？你太惯着她了，你还说你婆婆。你大姑姐惯他，你跟他们如出一辙，你就跟他们家人一样惯着他。他喝酒以后能六亲不认，把自己亲姐姐气得倒在地上要叫救护车。我跟你说，以后他不喝酒也有可能六亲不认，真的。虽然说可能酒精作用之下我们会和平常的人的状态有差别，但是老说酒品看人品哦，他只不过是借酒装疯啊，他不管不顾那个劲儿来了。所以既然你要不想散了这个家，你还想过，你得从现在开始约束他，开始跟他建立你们婚姻家庭生活的规则。他没有规则的，你能不能建起来规则我也不知道，你太年轻了，你才23岁，拖这个1岁的娃任重道远。但如果真把他放出去，这风筝飞出去，我觉得10有8九就断了线。我没有说你不好啊，这个孩子太年轻了，24岁。对吧？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的事情还真不是赚大钱，赚什么大钱呀？23、24
对不对？孩子在老家有房子住，有饭吃，爸妈还搭把手，先去培养自己人格当中自律、守规则、负责任的这一部分你们缺失的东西，建立了家庭的模式和规则。一辈子要赚钱的，着什么急啊？先把老婆陪伴好，先把你们感情稳固了，先找到一个对的、正确的养育孩子的磨合出来一个方式，对不对？再说我们什么天高任鸟飞，好吧，任重道远，继续努力。你收心，你出去也挣不着钱，先在老家踏踏实，有了赚钱的本事，咱再出去也不急，好不好？谢谢严妈，你现在妈味儿越来越浓了。来，那个米大老师，对，我顺着严老师的话往下讲。我反正我就对，因为我这样一想，他得出去啊。为什么我说他得走？因为他只要在家里，你的公公婆婆对你的态度都不会好哪儿去，他们会觉得他的儿子对你的一丁点好都会激起他们极大的不开心。他们培养出来的儿子应该是被别人扶持的，而不是跑过来给你洗衣做饭的。所以原本谈恋爱的时候各种还不错，他能够做饭，他能够承担一部分的家务，但随着他到了他父母身边，他父母一来，他整个人都不对，而且公公婆婆还有了找你茬的抓手。所以得让他走，他走了以后，你带着孩子，他稳定之后过去，这不就是未来该有的一条路吗？你们应该甩开的是公公婆婆，特别是这个公公。我很少听到有这么刁难媳妇儿的公公。我也很少听到了，就是哪怕公公哈，他会有一些老旧的思想，他也会让自己的老婆说出来，而不会自己一边纵容着儿子，一边批评着儿媳妇儿这样那样，一副要教他怎么三从四德的架势。你觉得你媳妇儿受这种气舒服吗？不舒服。你爸你妈没有给你一样的宠爱，却对他有了更多的苛责的要求，你觉得公平吗？不公平。所以你还不赶快出去打前站，然后想办法赶快把老婆孩娃接过去，对吧？不就这么简单吗？靠你了，加油。谢谢米达老师。去打工肯定是应该的，这是一定的，摆脱现有的生活环境才能成长嘛，要不然就成长不了嘛，对吧？就约定嘛，一个月给家里交多少钱？说全交。是鬼知道你挣多少，全交。我挣多少按你们这行业的标准，一个月交多少钱合适？你也干过，给定。在南方的话，1万，一个月交1万呗。行 ，OK， 好吧。多久媳妇儿去看一趟？或者你回来一趟？1周呗。1周？这个你不要随便表态，不可能。1个月回一次东北已经非常好了。人家媳妇儿可以去扎根了，把他接过去。3个月内把媳妇儿接过去啊！3个月内，对你接她过去，我们就都同意。我反正同意了。不过去也同意。我不同意，你得接过去。他应该自己努力的扎根打拼1年2年，再把孩子老婆接过去。对，3月还是1年2年啊，反正得接过去。对，就是啊，得形成这种共识，对吧？因为你现在要有一个概念，不是你出去挣钱去了，你出去是要把媳妇儿和闺女都要接出去的，要换生活环境的。能明白我们说的意思吗？能明白，打下自己的江山吗？人家懂，都给你们管傻了，你知道吗？怎么就不能去？让他去，让他去到更大的世界里面去施展他的才华。这么年轻，这是他该做的。然后约好时间，一家人再去团聚，好吗？没问题吧？没问题。好好跟媳妇儿说，一起进入真情60秒。媳妇儿，我这些臭毛病我会慢慢的改，然后希望你也不要说跟我斤斤计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重新做一次合格的丈夫，有责任的丈夫。还有不看我这方面，不看情，你还看孩子呀？孩子才不到1岁，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好不？说改的这些话，你可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咱俩之间的信任可能
现在几乎就是没有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的想法就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结果吧。听这意思，姑娘还有点就真想跟他分的意思啊。但是从我的观察，我认为这个丈夫他有能力，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合格丈夫。但双出是肯定的。好，来文老师，双出吧，为了孩子。严老师，我估计也是双出的吧，但严妈还真是希望先稳定稳定，调和好矛盾再走，着什么急呀？好，双出，双出哈，未来可期。好，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好，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走了。你还去不去？我跟你说，你去他就走，你不听我的。哎，什么心情？后悔呗。啊？不情愿呗。还有啥？再没啥。没了。我所以特别想问你，就是当你上台，他不在你对面的时候，那一个瞬间，心有没有疼一下？有。是真后悔还是假后悔？真后悔呗。用行动把它挽回啊！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节目上的结果吗？就放弃了？不可能放弃呀！对呀，追他去吧，加油！请回，加油！加油啊！加油，没问题。成年有成年的魅力，青春有青春的活力。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能够在生活的摔打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在一起11年了，从来不给我过生日，也不过结婚纪念日，甚至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给我买过。买那些东西很浪费钱，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钱得省着点花。他这个人很没有担当，家里出了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在扛，他在这个家里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一直在挣钱养家，只是他的需求有时候我真的理解不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0岁，来自山东工人；女嘉宾李女士40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了？11年了。有娃了吧？有娃了，11岁。今天来干嘛呀？我想来控诉他。控诉？就是我觉得吧，我的老公有一点心粗啊。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这些年对我有一些忽略，对我不好。我就想说说我的委屈。他这个人没有给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为啥？我感觉是没必要。为啥没必要？感觉是一个形式，没必要。太浪费钱了。行，这个答案我们记下来了。还有啥要吐槽的？然后他个人卫生方面，脱掉的鞋子啊什么的就乱扔，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然后他那个抽烟，而且抽烟就特别严重。我就觉得你抽烟你戒不掉的话，一时半会儿你至少少抽，这个东西对肺都不好的。一天抽几包啊？一天1包。不少。主持人，我觉得他说的1包我不相信。他每次买烟的时候，他都买很多，然后没几天就抽完了。抽烟这事儿肯定是不良嗜好，要能戒就戒掉吧，少抽，对不对？对。还有别的吗？然后再就是在对孩子上吧，我觉得男孩先说。男孩。哦，男孩。爹还挺重要的。您说。10多岁了，然后现在也正是不好管的时候，对手机最近又比较迷恋。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两个应该打个配合，至少有个唱红脸，有个唱白脸的，谁红谁白呢？暂时都没有商量好。就是这个话题一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终止了。有的时候我跟他去交流沟通的时候都比较无效。他一般在家嘛，就是说他属于那种自由职业吧，然后在家时间比较多一点。我上班经常不在家，然后呢孩子一闹啊什么的，我看以后有可能是心情急躁啊或者什么的，就有可能就忍不住就打一下孩子。那你说你急躁个啥呢？我本身我就是有点急脾气，急上来那个劲儿啊，然后我就那什么，我就每次想和他交流，就是说咱俩能不能就是说配合一下。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上来那个脾气劲儿啊，然后就说的打孩子或者是那个嚷他的时候，你稍微的柔和一点。因为毕竟孩子跟我在身边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我急啊我什么他不会怨我，那你呢时间又很久不见他一面，你上来你就跟他那么急，是吧？我都怕孩子记你仇，我这都是为你着想，然后结果他也不和我交流啊什么的。不是为啥很久不见一面啊？我们两个从结婚一直到现在吧，反正就是基本上在一起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为啥？他那会儿我带孩子在山东上学，然后他在天津一直上班，然后直到我现在回到天津来了以后，现在见面的机会多一些了。异地夫妻是吧？就是说前几年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孩子的管教问题上也达成不了共识。然后就觉得就是挺心累的吧。然后再就我就觉得最近发生的这一件事儿，我就觉得让我挺心寒的，真是觉得家里面就是没有一个顶梁柱，指望不上他的感觉。上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查出来是恶性的肿瘤，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了一样，因为我是独生女儿。家里也没个可商量的人，然后只有一个老妈，老妈也60多岁了。对啊，我是这样觉得，我是有一个老公啊，但是我去找他求助的时候，他就没有对我什么表示，是安慰也好啊，是关注这件事情也好啊，就没有。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咱这个事儿是吧，咱得救啊，这是我亲爹呀，咱得救啊。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也挺紧张的，因为去年刚买完房子，然后经济上你拿不出来，你至少你想想辙什么的，就咱俩商量个办法。人家诊断的是恶性的，肯定是要手术的，然后具体的病理啊什么的都需要住院啊，这些细节问题，就我想跟他商量啊，或者干啥的。商量呗。我逮不着他人，他有的时候下班了他就不回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在他那边，就是因为他工厂那边也可以住宿，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在那边住宿了，我就逮不着他人，我就打他电话，然后我就跟他就商量这个事儿，就商量不了，然后我想求助他，他也不帮助我，我就觉得没个依靠，没有依靠，在生活上对我没有帮助。行，这个结婚11年是吧？这么听起来你们俩经济好像不是很富裕是吧？确实不是特别好，尤其去年又买了房子啊，去年买了房子，然后又占了我妈妈的那个积蓄。我们自己有一部分积蓄啊，然后还剩下个几万块钱的这个事儿吧。我就说你不行的话，你去跟那个你家里张一张嘴，然后就是两家都出一点，咱们那个把这个事儿就首付嘛，反正就差这点钱，就直接就给填吧上就算了。我是这样想的，我也想跟那个什么跟他这样商量的，结果他回来。他去找他姐姐去说这个事儿也没说通，人家就是俩字儿就给打发回来了，没钱。然后我也特别不理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那个他姐姐买房的时候，也就是我大姑姐嘛，我大姑姐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给拿的钱，然后到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拿不回来？当时我姐买房的时候是我们给出点钱，然后这不我们买房嘛，我就找我姐去要去。但是呢，就是说我姐那边人也是刚买完房，所以说她手里也没钱，然后我一听她没钱，我就没再要。借你们的钱还了吗？没有。买房是买到了天津，让孩子的户口过来好读书，是这意思？对，是这意思。所以这就算一家人团聚了。对，也在没团聚之前，您是在山东？我在山东陪孩子
就是陪读。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是吗？不，我那个孩子没有爷爷，我也没有公公，就是我嫁进门的时候就只有婆婆。就是婆婆。对。跟奶奶在一起。也不在一起。那奶奶关照的多吗？不多。对孙子为啥？我就觉得奶奶这边，我婆婆这边有点偏心眼子。偏谁呀？偏我大姑姐和他们家的孩子。就比如说关心这一块吧，她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就几乎不闻不问，也不主动，也不会联系啊什么的，就是主动问一问孙子怎么样啊，或者就是学习好不好啊，那个在那边就是适不适应啊什么的，这种常规的问题他都不会问的。等于婆媳关系也不是那么理想，是吧？我是本着就是新媳妇嫁进门的时候就准备就是和人家就是搞好关系的，然后就是准备和人家好好相处的这种。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好像也，就像我们两个婚姻一样，也不能光一个人使劲，一个人经营。这11年您挣钱吗？这11年我就是间断型的，就是像干兼职一样的，对，没有。所以钱挣的不是很多，是吧？主要精力是带娃。对对对。那你们家主要收入是来自先生，是吧？对的，现在家里面没有积蓄了，刚才说过也买了房了，对吧？买了房了，还动了我爸妈的积蓄，动了岳父岳母的本。我爸妈还借了钱。所以等于陪伴的又少，挣钱挣的又少，又不懂浪漫，对的，是吧？你会觉得嫁的这个男人很冤的哈？对我什么帮助都没有，我就觉得。你能理解他吗？不能。就是为什么不能理解呢？他在家带娃，就应该的啊。他在家里看孩子，然后我在外面挣钱，是吧？你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吧。不是，他现在就说我主内啊，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挣的钱不够。那只能是我想法多挣点呗。人家的意思是钱挣的不够，没说完，你看你着急的，人家钱是挣的不够，没关系，咱也不是在乎这个，你能对我好点吗？为啥对人家不好？人今天来兴师问罪是问在这儿了，我不在乎你挣多挣少，你为什么对我不好？跟过生日似的，我感觉一个是形式没必要，是吧？他因为接不断的，就是拿这个事儿光说我什么的，一到节日啊或者什么生日的时候就说我，整得我心也不好。我感觉。你们当时怎么结的婚呢？自由恋爱吗？主持人，我们是相亲。相亲就是在他的老家，有我一个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吧。然后就是反正就说这个小伙，当时就说这个小伙还挺比较忠厚老实，然后那个没有什么别的事儿问题啊什么的就说的那个来见见。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着，当时可能是脑子里就是糊涂了呗，一半是水一半是面，然后我就晕乎了呗，然后就浆糊是吧？再加点温度就是浆糊啊。是的。就帅呗，对吧？现在看来并没有第一是帅，对吧？对。第二就是老实呗，他这种不善于言辞，你把他界定为老实了，是这意思吧？没啥花花肠子吧？目前看来没有啥花花肠子，也没有啥原则性的。然后就是我就感觉我这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我想和他沟通，我想和他交流，我就觉得我在对空气说话。他本来就不善言辞，是不太能聊天哈。是，还是不太接受我们这样聊天。喝2杯也能聊点。我平时说话就很少。爱你老婆吗？爱她。儿子呢？也爱儿子。他这个表达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闷闷的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对对，是的，我也想这样。但是他可能心里什么都清楚，这个恰恰又不是你想要的。你能明确的感受到他对你和对这个家就是实际上面他是有责任心的，并且把这个东西放过来了，有这种感觉吗？通过对我爸爸手术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冷漠，我就觉得很寒心。然后我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之前并不是这个样的，我就觉得他应该至少没有钱，你还没个话吗？
你为什么就是说你在我爸爸手术期间或者什么，你没有任何暖心的话，也不会说积极主动的给岳父打一个电话这样子，也不会安慰我。为啥？我感觉当时是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心里是也挺着急的。我也当时咱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多厉害多严重，到底是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呢，我就跟我寻思着，这不是也快卖收嘛，我从我妈那边，然后卖收以后把那钱拿出来，然后再想法凑吧点，然后治这个病，是这样想的。他也有想法呀。他是这样想，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到刚才他这说之前为止，我才知道。所以他不会表达嘛。他。那我的理解就是，他当时你是不是也懵了？是，就是一下蒙圈了。说这么大个病怎么办？你也手足无措了，你也慌了，对吗？当时心里挺也难受也慌，表达不出来，是这意思吧？是。所以其实这是他的能力问题，并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问题。你意识到了吗？我觉得他没有担当，就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觉得他没有担当。而且家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分开那段时间，我自己管孩子的时候，大事小情，上到拧灯泡，下到修水管，我全都学会了。我结婚之前，我在家不能说娇滴滴，也不能说公主病吧，至少被我爸妈还养得挺好的。我就跟他比。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女汉子。你今天来吐槽，吐完槽要干嘛呢？我就是希望，反正过还是得过的，因为我们两个毕竟有小孩，有孩子都10几岁了，然后他毕竟是亲爹嘛，然后我就希望他能通过咱这个节目，他能有一些触动，触动，然后他能改变一下他的方式，至少要和我交流，要和我沟通，要和我就是不要像对着空气说话一样的，不要让我孤军奋战。好。每次他就都说那个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挺好的。我就说你觉得挺好的，那是我在给你负重前行，你觉得岁月很静好。好。哎呀，这世界上面最害怕就是一个能表达的妻子和一个闷罐一样的丈夫啊。一个可能内心是炙热的，但是表达不出来；一个可能内心同样是炙热，但是说出来的话全是反向的。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夫妻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红兄，虽然是相亲，但是当时他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当时相亲的时候还并没有现在这么闷，也挺愿意说话的。当时一天我记得好像会打很多电话给我。打电话话多吗？也不少，就是很多的，就是我就觉得跟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认为是结婚以后他变了？对，他变了，他对我不上心了。丈夫自己感觉到变化吗？有点儿，就感觉。为什么会有点呢？可能就是平时交流的时候，我比如说做错点什么事他一个劲儿的这样说来说去的，整得我索性不说。这不是一种合适的面对婚姻的解决办法。我在想，夫妻之间我们性格不同，作为妻子当然也应该去包容这样的不同，但是我们是接受情感也可以表达情感。你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向这个女性去表达去释放？我只能理解你对妻子的这种爱已经越来越在降温了，如果温度再降下去就到冰点了，这段婚姻就无法维系了。如果说你也想拯救，那就尽快的升温。我想即便是开关它也在你手里，你是能够做到的。谢谢。谢谢博红兄。文老师。我整场看下来，我感觉下来，我不一定准确啊，但是我觉得丈夫他本身这个人是不是性格他就很胆小？我觉得他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以一个胆怯者的姿态去面对。第二个就是姐姐，我其实能看出来你性格里面有一点急躁的。
所以他逐渐的、慢慢的，他其实他的一个认知是在很多，他建立的是你很多对他造成冲击的这种性格急躁的画面累积起来，慢慢的他会对你有一点障碍。他永远想的就是你要的那个结果，我交付不了，我达不到。然而你的情绪、你的急躁、你的性格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方面，就让他觉得这个压力非常的大。他只要你发现没有，你们俩解决问题当中，只要他会去计算一个成本。他计算完成本之后，他发现如果这个事情预判超出我可以支付的成本，那我宁愿不做。那他不会说出来，他又很胆小，他不会说出来。这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们俩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和痛点。你首先让他跟他去沟通，然后给他设立目标感吧。我觉得这是我能提出来的有效建议啊。好，谢谢文老师。杨老师，男同志，你现在真的是在丧失共情能力。我不觉得你是个坏人，我认为你赚的钱真的是用在了家里。我认为你如果有那份力，也不会不孝顺你的老丈人。我觉得他是还是一个踏实负责任的人，也没有花花肠子。但是你今天呈现出来的冷漠，不会共情，这是偏离了人性的，我觉得一个正常的轨道。什么造成的我不知道，但今天看起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跳脱出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现状，稍微找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别怪我出这好像觉得馊主意哈，自己家都不管还兴趣爱好呢。你需要把你大脑这个皮层活跃一下。哪怕你说我有个小爱好是打把游戏，我举个例子，或者说我找好朋友倾诉一下心声，甚至说我可能去更多了解一下心理学相关内容。你要打破你现在这个状态，否则你将来没人爱，因为你现在丧失了爱别人的能力哦。你的问题还挺严重的，你要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共情，你的冷漠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你独善其身保护自己不想产生冲突的一个工具。行，好不好？啊，好，谢谢杨老师。米娜老师，我不觉得他就是有很大问题啊。我也不觉得人要是没有共情能力会怎样，因为共情能力它也就是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有的人是内向的，有的人是外向的，我们要接受人与人自然就不同。我还得说，你的丈夫得好了，他是木讷的人，否则谁跟你过谁被你逼死。你的情绪像漩涡，姑娘，整个生活里头全是你在抱怨。我刚刚听着你哭啊，我在听那些细碎的事儿，我在想，我说女人为啥觉得这么委屈呢？不就是拧个灯泡吗？不就是修修水管吗？这些咱都干啊。我俩共情一下，我们俩都干这事儿，还干得特开心。老师，是的，是因为这些年我都是在这样主动的去跟他说一些事情。不是，这没啥问题呀，你不要有委屈感啊。我就希望他能积极主动一点。这不就是你在婚姻里觉得委屈的点吗？不是丈夫差，而是你期待过高。你丈夫就像很多家庭里头本分木讷的丈夫一样，他踏实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妻子不知足和抱怨，要求很多。假如换一个男人，能言会道，共情能力强，早就会在你说他姐姐、说他妈妈和挑事儿的时候就蹦出来了，也早就会在你说他对你们家不上心或者怎么着，为自己辩护了。可这个男人连辩护他都不辩护，就随你这样说他。他真的那么糟吗？咱婚姻真的那么委屈吗？是一念之差，让你觉得你的生活如在地狱。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个生活只要你调整过来自己的思维角度，已经是在天堂。谢谢米娜老师。哎呀，这人真是啊，两地分居的时候、异地的时候都挺好，在一起咋就过不下去了呢？是吧？你们想，你们虽然结婚了11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才多长？你们没有建立出一个良好的模式关系，在亲密关系上他都不懂。你别看他40岁了，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你可以就正常回答就行了。第一个问题，一个女人，你喜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说她想过个生日，这件事儿能不能过？我感觉不能啊，不能。为什么不能？前提是你爱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因为感觉是一个形式，没必要。那什么是有必要的？怎么能表达出你对她的爱？
这个事儿就是我感觉是把这个钱省下来买家里需要。我说过生日让你给他买黄金首饰了，我只是说过个生日啊。我可没提什么任何条件啊。煮个方便面，放个荷包蛋，这一切都是长寿的意思啊。对呀，就花3块钱买个蛋糕也是啊。所以这个妻子听明白了吗？自己找乐子吧。来，打，还是没必要，对吧？活该你光棍儿。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认为对的就都对了，不是你认为好的就是都好的。你不是他的工具，你能明白吗？是。他也不是你的工具，是。你们需要有交流，他有需要，他告诉你，在你能满足的条件下，你是要满足他的合理需求的，这个你能理解吗？能理解。对呀，我不知道你妈有没有教育过你啊？有一句话你要听，你知道吗？听老婆的话，有衣穿，有饭吃，你把这个记住。好，是。这个女人娶回家了，是你老婆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她不高兴，她有可能跑。有一些需求能满足的，举手之劳就要满足。比如说过生日，哪怕你说老婆生日快乐，她都会很高兴，对吧？哪怕你买一个小蛋糕给她，她也会很高兴。记住了哈，记住了。这不复杂，不复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希望，以后咱俩就是合作起来，不要让我再感觉我是在一个人战斗。然后我们2个应该携起手来，然后把这个家经营好，把孩子看好，然后我做好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然后你也尽力去扮演好你的角色，好丈夫和好爸爸。我尽量的去做好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经营好这个家庭。然后我父母对你也挺好的，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你这么些年，你心里也有数。然后我也希望你对他们再好一些。我尽力。谢谢2位，加油，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鹰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预测一下是不是双出？双出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作为妻子确实要容忍一些丈夫不同的性格，包括习惯，去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但是丈夫还是应该做些改变的。来，文老师。我替女生说个话吧，我觉得她在这段关系里面肯定是受了委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说受了委屈要肯定她，然后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哥以后就是其实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理解您那个心疼女生，确实是。来，叶老师。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其实还是稳固的，就是还是有那种夫妻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底色在。我觉得40岁了嘛，就略做调整也是好事儿，对吧？以后还有好几十年的生活呢。双出。于娜老师。肯定双出啊！他们俩其实挺搭的，一个超敏感，一个超迟钝。挺好的。来吧，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有，好，就在这儿。我再给你30秒，你好好跟他说一段话，想好了说。就是你心里对他什么样的情感，你就跟他说。现在以后我尽量去
照顾你们，多交流。哎呦，把你追他的时候情话说出来就好了嘛。来，请见证。请亮灯吧。你就记住啊，以前追他怎么说的那些话，你就保持追他那个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他要的。这个会吧？会，加油好不好？祝你们幸福，谢谢两位。谢谢老师。又不会说了，又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所以有爱，你发现它是掩饰不了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但是真有爱，真有感情，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祝他们幸福！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